嗨，大家好，这里是 Dreams Bloomer， 我是 Mickey。上礼拜刚好有个机会跟一群朋友一起吃个晚餐。朋友群里面呢很有趣，他刚好是一位老先生以及他的一对儿女。我们在讨论的议题其实就是俗称的传统产业它要传承的各种问题。那在这一个会议里面来讲的话呢，有几类人。第一，他有我是来提供一些比较是创意以及公司集团里面想要重新打造一个小型的品牌创新计划，然后以及里面还有一位人士是会计师，还有一位他是属于专利、律师、智慧财产权3合1的顾问。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到有很多的点取决于在说如何借由我们这一群智囊来协助老一辈跟年轻一辈互相沟通，用一个很好的沟通的语汇的转换。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其实比较像是，如果你把年轻人因为老爸赚到钱了，他把儿女送到伦敦，送到澳洲，应该是学商。那学商了之后呢，他们一定有满脑子的想法跟抱负，觉得说啊，老爸你这个公司不行啊，一定要这样才是对的。可是老爸的公司呢，一年也是做个10几亿，那已经也30-40年了，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是就是稳稳的在做。那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他制成的一套系统，以及系统里面的人，那所谓叫做老板下面的老臣，一起打天下的一群忠臣。那所以当老板的儿女从外国回来之后呢，老板一定想把他们放到说公司的底层，让他慢慢的去做，体会每一个阶层所碰触到的问题，所该执行的一些重点，慢慢的让他们才有能力升到最后面能够衔接这个部分。其实在会议中，我们真实的建议是请他聘请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因为在一个公司的成长渠道来讲的话，其实已经到尾巴了，他需要好好的请专业经理人来去把这个整盘资源活化。但是这里是台湾，在亚洲呢，其实老一辈人他习惯是把整个资产传承自己的儿女。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类别就比较像是传话筒，把年轻一辈在国外的一些思想，他想很多的想法，可是把它转化成老爸能够听得懂的一个方式，以及老爸他在思考的点，然后转换成一个方式，让年轻一辈能够理解，互相理解之后呢，才能够把这整个战略确定下来。那在这整个逻辑里面，其实我发现很重要一点是在于老一辈，因为跟他们一起打江山的人，可能有人20年、30年的老成，所以他们非常在乎情这件事情，但有时候会被情这件事情绑架。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说他其实他掌握这个部门，掌握资源很大，可是他并没有再往外扩展或想出一个新的方针。所以以年轻辈来讲的话，他的能力可能就到底了，需要有新的人来去。可是不好意思，他的位阶已经是最大，在他的部门。所以如果老爸或者是董事长如果不愿意做出很重大的调整的话，其实年轻的这一位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贡献。先撇除这个之外，之前有碰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会议，其实到后来都不欢而散。然后在隔半年或1年之后呢，第2代可能就会跟老爸借一笔资金，然后到外面去开自己公司，做自己要的事情。甚至我还要听到一位，他是去跟公司外部的银行做融资，然后反把老爸的公司整个买下来。那你会想说，为什么会搞到这么复杂呢？其实的源曲就是说，双方的做事逻辑非常的不一样，差异大到其实硬要放在同一套系统，其实会有很大的摩擦的，造成双方的痛苦。老一辈跟年轻一辈会觉得说，年轻的来，你不是要回来要掌管公司吗？你嘴巴都讲说让我去管这个公司谁，可是我回来之后，我有这些想法啊，我都想做啊，我发号指令，可是都没有人听我，没有人给我资源，没有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你明明都有讲，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去跟这些老陈讲之类的？这就是很多的摩擦的开始。所以由我们这一批就是外部的这个朋友顾问们，其实比较是把它转换是说 ，OK， 你有这样很好的想法是没关系，可是我们先这100%我可以把它切成不同的单位，例如说在整个格局来讲，集团的希望会是什么？那你现在的想法在这集团的前进路道路当中，是否要放很多资源？可以放很多资源吗？还是一些资源？那这些资源来讲的话呢，要怎么样分阶段？半年、1年、2年慢慢布局是让它成型呢？还是希望它一次到位？因为你有不同的想象力，对这件事想象力，不同的资源的辅助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晚餐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沟通力这件事情。对于我们顾问来讲，就是如何问对的问题，勾引出来比较深层的问题所在，在不同的轨道、不同的频率，然后借由我们把他们双方的问题结构转换成同样一致性频率的语言，让他们可以平行的沟通，平行的去讨论每一块被切割出来的中小型的问题，然后以时间轴上来看这件事情，说我要这样做，你允不允许？当最后大家都有一个认可的时候呢，老爸、董事长就可以回去跟公司讲说，对于明年以及未来3年或5年的布局会是这样子，那会分割出这样子的钱、人力跟资源来辅助这件事情。那它的 KPI 不一定是要像公司这么大的状态，而是比较低微的，因为它是一个像小 baby 一样，你要允许它成长的空间。但是一样，我们还是会辅助以外，会好好的用不同的专业度、法律、会计、人才、创新等等的不同的资源灌进去，让它快速的成长。我觉得我们这一群顾问到后来，除了给意见，给很多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维度来讲，我们真正在协助做的就是发掘问题，然后把它转换成双方能够沟通的对的频率的语词。那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容易，但其实是蛮困难的，需要集合多种不同的专业的顾问一起协力来去把每一个东西用不同思维去解剖，然后再把它拆成是说老一辈的其实你在想的是这件事情，但深层的在烦恼是这件事情，然后转换成年轻一辈能听得懂。那年轻一点比较刺激大胆的想法，我们把它发展成说老一辈 OK 会动到这些人，那这些人可能是董事长比较害怕去碰的。好，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做一个转换，让他的想法可以真正的被授权，正式的被授权，下面的人是愿意去支援的，而不是上面说耶我让我儿子去做，然后下面没有任何人支援，那其实就蛮可惜的。所以呢，如果未来你有机会碰到一个很好的顾问的话呢，先确认一下说他会不会问问题，他会不会把很好的问题以及转换成对的沟通。你可以请一个外部很专业的顾问，用他完全没有自私或利益的眼光重新看待你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及想法，把它转化成一个很好的多方型的沟通。那希望这些能够帮助到你。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 ，Adios， ciao。